这一趟差事十分紧要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郎君放心，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，实得轻重。此去汴梁，一来是奉表告哀，二来是体看风俗，三来是礼敬重臣，尤其是封令公处，须得当面拜会，待吾之意。臣谨遵君命。水秀公即为使臣，按常例，当加大元帅府判官。自当如此，自当如此。臣敬献留后。事情有些麻烦，若是乾元观尚在，修一封书信过去，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，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祖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明日我要进钱塘口，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。你们此番带来的船，无论是福船、广船还是沙船，我都要用。我不只是要船，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，一并去壮壮声势。传我的黄龙令，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，明年的旗津全免。第一次进岛的，各与单龙旗一面；原本单龙旗的，一体进为双龙旗。要就给啊！如此，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。我只嫌船不够多。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，我便截断钱塘，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。诸君，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禀留后，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先元帅府典业孙廷辅公的遗孀，虽分据海岛，不服王化，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心。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，怕是为代运和西安侯之事而来。涂昭达，留后，你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这样贸然兴兵，意欲何为？此等海贼宵禁，不服王化久矣，问之无益。那依杜卿的意思，只有兵戎相见意图了。正是。那就请杜卿即刻登船，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。臣刘后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小杜纵然不成器，好歹给杜灵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。诸君，使我吴越绝路，而今国难当头，谁能带吾前去，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？在下愿奉王命，带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回禀刘后，在下程昭岳，山岳社执事，蒙先王恩德，赏了一个乘凤郎的散阶。自此刻起，你便不再是8品的乘凤郎，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使，换一套紫色朝服，赐金鱼带，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她到底要干什么。承蒙刘后信任，下官必当殚精竭虑，披荆斩棘，全力以赴，不辱使命。杜晴，刘后，借你一帽一用。啊？程昭岳见过大娘子、大侄子。山岳社之名，吴越闻名。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，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都监啊！程某这个内衙都监，做了不足1刻光景。原来如此，看起来吴越国中公卿文武，俱是无胆之辈了。大侄子此言，深得我心。新国主有什么章程，程东主尽管明言。那还要看看大娘子跟大侄子是何章程。钱家的九郎君欠了黄龙社250斤赤金，恐怕贵上国主千令不肯给，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。这却从何说起？这笔买卖确实有证人的，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。此人，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。不过250赤金，不用国主点头，程某便可应承大侄子。还有吗？将我的阿佐送回来，还有老戴和家人眷属、尸身棺椁一并送来。我自退兵回岛，自此前世在岸，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。既如此，程某这便告辞了。距午时还有1个半时辰，告诉钱洪佐，5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，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。刘后，臣以为谋国事，不应行商贾之道。六哥，这江面上林林总总，少说有100条船舰，250斤的赤金，说起来也没有多少。若不与他，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。臣请刘后不打迭宁，以悖逆之罪，废钱弘佑爵禄，夺其国姓，复其本名，贬为庶人。钱弘佑本名孙承佐，犯了刘后名讳，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，便改名孙本，以彰其过。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，以大义责之，贼众必然羞愧无地，且寻自退。大郎兄以为呢？袁学士老成谋国，臣附议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
多大人了，还这么扭扭捏捏拿琴做菜，不义之家，何来怜悯之心？当年那负心贼入赘田家，老娘我肚子里怀着你，一颗眼泪都未曾掉过，转头我就嫁给了真娘和阿佑的父亲。30年了，未曾掉过一颗眼泪。现在他人也死了，过往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。三哥，阿娘，你看，是那小贼。三哥，三哥，跟他老子的恩怨倒是了结了，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。也罢，回岛之后，你便收拾东西，到杭州西府去伺候他5年，还了这个人情便是。啊，阿娘，你不乐意啊？若是5年之内，他若破了真娘的身子，必得备下6礼，娶她为正妻。阿姐周密了。若敢学他老子负心背义，老娘也不介意拉上几百条船，再进一次钱塘口。下臣承奉郎内衙诸军内都监使程昭岳觐见刘后。你已是内都监，军命已然签押颁布，不再是8品的承奉郎了。下臣惶恐。为何惶恐？启禀刘后，臣本一介布衣，行商往来，不敢攀结权贵。山岳社纵横南北，对通西东，获值资铢，款额巨数，难免引人觊觎。下臣卑鄙，不能护产业，更不敢忤逆当朝公卿，故此10余年来，10成谷子倒让出去8、9成，其中内衙几位太尉占了3成有余。如今得刘后赏识，因此惶恐。朝中公卿，还有谁在山岳社占了谷子？杜令公家少都监占了2成有余，金华郡王府3郎君占了1成5，胡令公家胡尚书占了约不足1成，其余公卿家人子弟亦有些许，却是不多，总计不足5分。还有武伯父，天福2年元囚，袁相兄弟作乱，兴起逆案，幸得大郎君向先王进言，先王仁德，免于株连。受贿诸军深感大郎君恩义，尽资铢宝贝以谢。大郎君清廉自守，不肯承受，他们便转赠给金华郡王武令公。武令公不方便亲自出面，便由府上3郎君接入，送入山岳社，以为谷子。先王施恩，这人情协力，倒要武伯父下和大郎兄领去了。为何与我说这件事？刘后垂询，下臣必要据实以答。先生为何不言？下臣不疑商贾，不敢忤逆公卿贵臣。如今却敢了。臣为内衙诸军内都监使刘后家臣，不敢不诚心事主。你可知罪？下臣知罪。商贾乃4民之末，交通宗室，勾结公卿，举资铢以连横上下，罪在不赦，当悔身遗族。
无一道君命，便可剐了你，灭了你的三族。臣以身犯法，甘愿受刑。这道君命下与不下，在吾一念之间，而何族之性命亦在吾一念之间。听懂了吗？臣亦为刘后家臣内奸，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刘后但有所用，臣这颗项上人头何族性命尽可拿去。项上头颅也好，何族性命也罢，都暂且记下。吾交与你去办一件事，办好了，前罪尽赦，还要抽功。若是敢坏了事，前罪并罚。你可愿意？即使拿臣之性命，只能为主上分忧万之一二，臣也不敢有丝毫千言尤因。此事匪夷所思，荒谬绝伦。程昭岳不依小人，昨日之前不过是一个加了8品荣衔的商贾。此人奏告杜昭达谋立红郡郎君，肆意叛逆。臣等请将其下御史台狱勘问，明正典刑，以为公卿宗室之心。大参所言，吾岂不知？一人连夜勘问过了。大参请看。臣有罪，请刘后治罪。令公不必如此。谁人家中还没几个不孝子弟？莫说是令公，便是胡尚书，必也是受了小人的蒙蔽。吾虽年轻，却不糊涂。国主，臣治家不严，甘领其罪，但拥立之事仅凭一纸古单，臣实在是难以置信，请刘后明察。刘后明鉴，公卿小节不仅或是有的，然则拥立一事，荒唐莫名，臣亦不敢置信。诸请稍安。吴伯父，您乃宗亲之长，当体谅侄儿的难处。些许钱帛，不过白璧微瑕，稍加惩戒，一张明案而已，吾并无穷究之意。然则事涉谋逆，干系国本，吾亦不得不问。要对得起2代先王之托付，亦要给大郎兄一个清白。父亲明鉴，儿子不知事情，不知事情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儿子错了，真是
是好营生、好买卖啊！你这一笔买卖，配进去一个顾命大臣的身份，你赚大发了你！儿子错了，儿子错了。关起来吧，做那怂包样给谁看？父亲，刘后这是要对父亲下手了。想什么呢？他现在还是刘后，不是大王，屁股底下的位子还不曾坐稳呢，如何能对老夫下手？你倒是咱们这小刘后，和你一般愚蠢。那刘后为何当殿发落此事，不为父亲稍存体面？巧他而已，也是寻常手段罢了。不过自今日起，你老子在他面前再也摆不出先王顾命的身份了。这才几天光景啊，便混了一身紫袍出来，果然是非常之人，必有非常之际遇。点起你的兵，随我走。我已经不是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了。这是刘后手书的军令，自即刻起，亲卫第一都改编为亲从第四都。新编亲从第四都指挥使由何承训检校。放开我！放开！何东家，何东家救我呀！何东家，救救我！何东家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程昭月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程昭月，你不得好死！放开我！轮到我了。大郎兄莫恼，六哥也是一片全权爱护之意，暂时收了大郎兄的兵权，先到和贤院去安置，待得事情查查明白，自然还要倚重大郎兄。生死皆由你们。走吧。慎记留步。小臣奉命有话要问申纪仪，还请申纪仪移步内都监署。师爵，请安心去。这样。
身上的肉打烂了，将要耗药7、8日，再打烂再将药，也有5、6番了。只是不肯开口说话，更不肯挖空。延年君子，温其如玉。世家子弟，读过书的人，跟杜昭达这等二世祖，终归不一样。杜衙内也是世家子弟，也读过书。还有杜令公那等煊赫的家翁，上了刑台几番手段下来，还不是让说什么说什么？不一样。杜昭达这样的，说杀便也杀了。大郎君是宗室，想要入他的罪，没有此人的口供是万万不能的。国主，臣已经问了3次了，红俊的案子到底还能不能结？何时能结呀？胡伯父，案子是内都监署在问，红俊乃无知兄长，吾也判他无事。那杜昭达的供词之中，多有拥立剑篡之语，红俊身在其中，岂能不问？亲戚之情，岂可置于国法之上啊？可是，国主，杜昭达以明正典刑，死无对证，供状真伪已不可知。大郎君临危受命，提调内外兵马不过数月间事，如何能起篡逆之心？臣以为小人之言，不足取信。事情有无，总要查个明白。是非曲直也要梳理清楚，才好稳定朝局，廓清人心。如今案子尚在讯问之中，何必急切？大王年纪虽轻，行事却不稳重，而今世道能稳重，便是1等1的好事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国主是何意思？武灵公稍安勿躁，老夫如何能安得？大郎如今身陷囹圄，生死不明，连个消息都递不出来。国主不要这个兄长，自可明言，把这个儿子还给老夫便可。算这脚程，水丘大约也该到了。水丘？孙本和大郎君，根子上是一回事儿。三郎恢复本姓，姓孙不姓钱，他的事情便算结了。至于大郎君的案子何时能结，那就要看水丘何时能从京师赶回来。